老祖，你单独留下我，不知道所谓何事。老夫留下你，就是想要把这功法和老夫毕生的修为给你。功法练不练，取决于你。什么？老祖，你说要把全部修为传给我？修为这东西还能随便传给别人？寻常情况自然是无法传给别人的，但是我所修炼的道玄天境却有可以传输功法的篇章，只需要老夫燃烧神魂就行。燃烧神魂为代价将修为传给我？这天地间还有这种神奇的功法？这东西怎么感觉听上去有点像是夺舍啊？这老祖的实力比我强大太多，若是真的要夺舍，我甚至来不及将他拉入到鸿蒙空间，神魂就被吞了。可是老祖为什么选择我？我的境界就算是能承载你的修为，怕是也承载不了多少吧。我感觉宗主应该更合适。这老祖放着境界更强的宗主不传递修为，非要找我这么一个天赋更强的，这绝对有问题。我原本的打算就是将修为传输给玄机子，不过现在有了更好的选择，你也不用担心会损害你的天赋，这种传输方法绝对安全。安全？哼！若是这道玄天经安全，老祖又怎么可能会变成这副死样子？凌霄，你这是何意？何意？老祖莫不是认为我年纪不大，就是个蠢货吧？自古传输修为会损伤根基这件事人尽皆知，而你放着宗主这个你一手培养之人不传输，反而要传输给我这个宗门未来的希望。凌霄，你误会了，这功法对根基没有损伤，但是却有其他的副作用。副作用？难不成是那种传输过程之中也会连带你的记忆一起传输过来的副作用？哼，这特妈不就是夺舍？老祖，你要夺舍我也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啊，这样显得你很看不起我啊。没想到你对老夫误会如此之深。罢了罢了，既然你有所顾虑，那传系修为的事情就此作罢。什么情况？这老祖居然放弃了？等等，难道说是想要我放松警惕？不对，以他的实力要强行夺舍我根本用不着废话，难不成我误会他了？好了，这是道玄天经的功法和我这么多年来收集的各种功法，现在都交给你了。难道我真的误会老祖了？还是说这玉牌里面有问题？不过仅仅只是玉牌的话，即使是有问题，我也能瞬间走到鸿蒙空间之中，用空间抽离有问题的东西。这就是道玄天经，果然玄妙无比。这就是道玄天经，果然玄妙无比。从这道玄天经之上的功法记载和功法运转路线来看，他的传输修为的能力似乎的确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道玄老祖可是化神四重天巅峰的强者，他若是真的要夺舍我，能瞬间将我灵魂搅碎，到时候我可是就没有机会将他拉入到鸿蒙空间之中了。可要是拒绝的话，他也有可能直接动手。对了，我可以将鸿蒙空间的力量笼罩在我的灵魂之上啊，这样他要是真的要夺舍我，就会瞬间被吞噬。你看完之后应该也知晓了吧？老夫并没有骗你，不过既然你有顾虑，那老夫还是不传输给你修为了。不过你这么警惕也是好事。不好意思了，老祖，之前是我太敏感了。无妨，你若是真的不要的话，就下去吧，让玄妻子来见我。既然你不要这修为，我也不能浪费了，不是？老祖说笑了，弟子自然要，能节省我几百年的修炼时间，我怎么可能不要？还请老祖不要生气。既然你相信老夫，那老夫也不会让你失望的。好了，随老夫来吧。虽然冒险，不过一个化神大能的全部力量，若是炼化，最少也价值几千万块中品灵石所蕴含的灵气量。赌一把。这里是老夫之前就准备好的阵法，这可是一个极为强大的化神上品大阵。这个阵法可以最大程度地将你的肉体稳定下来，能承载下我更多的力量。果然是化神上品大阵，只是这阵法似乎没有那么简单，除了稳定肉体还有其他的功能。可惜我的阵法等级有些低，看不出来。不过可以肯定这老祖绝对有问题。你去阵法中心坐下就行。好的，老祖。神魂夺天！
我真的是灵魂灌注，这老东西果然要夺舍我。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了。鸿蒙空间，给我吞！这老东西居然一上来就直接用灵魂夺舍，还好我果断，不然怕是连把他送到鸿蒙空间的机会都没有。即使如此，我的神魂也差点被搅碎。这实力差距太大的情况下，引诱他夺舍，太过冒险了。以后千万不能再贪心了。这里是哪里？异空间，这是异空间？什么？这是灵兽果，而且足足一整棵树。还有另外这一棵金色的果树又是个什么东西？这果树所散发出来的灵压，居然比灵兽果的灵压强大数十倍不止。这绝对是某种化神甚至合体级别的强大灵植。而且这么多的灵兽果，要是我能全部吃了，寿元绝对能恢复几百年。你在这里做什么美梦？都死到临头了，还想着活几百年？小子，你到底是从哪里弄到这等异空间的？难不成你有如此天赋，就是依靠着这个空间不成？你猜的不错，的确是靠着这个空间。很好，既然如此，从今天以后，你的身体和你的这个空间就都是老夫的了。老东西，都到这里了，你还这么大的口气？真以为我的这个空间是吃素的？实力不过只是金丹，老夫现在虽然很虚弱，但是要吞噬你的神魂还是轻轻松松的。哦，是吗？既然如此，那就让你知道，在这鸿蒙空间，我才是主宰。想捆住我，没那么容易。小子，你要做什么？果然不愧是化神大能，居然炼化出了30万道悟道之气。可惜太老了，能量也消耗的差不多，除了这悟道之气多一些，其他的都不怎么样。不过有珍贵的悟道之气就不错。不知道宗主对这件事知道多少？若是他也清楚这老东西要夺舍我的话，还真有点麻烦。果然，宗主是这老东西培养出来夺舍用的。宗主对此什么都不知晓，若不是我的突然出现，宗主或许早就被夺舍了。不过不得不说，这老东西还真是会选人啊，那么多强者不选，非要来夺舍我，随便选一个都绝对成功了。而且若是他是个好人，我不仅能让他突破，还能恢复他的寿元。可惜了，动静这么大，宗主他们应该察觉到了，到时候得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才行。对了，那按照老东西的记忆，那萧无恒的肉体和那黑魔蛟的尸体都还没有彻底损毁，得去找宗主他们弄来才行。也不知道老祖那边如何了，刚刚的那股气息，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宗主，吴峰伤得很重啊，筋脉全部都断了，这样下去有可能会成为废人。居然如此之严重，看来是因为吴峰修炼的是剑道，之前燃烧真气之后，剑气入体搅碎了他的筋脉，想要修复，难如登天啊！我去，严重，那怎么办？想要修复，除非使用百花谷的涅槃花作为药材，炼制出涅槃丹，不然的话，吴峰的筋脉不可能修复。而且就算是涅槃丹，也必须精品，且至少3枚才够用。什么？涅槃花？那东西不是不卖吗？是的，涅槃花的确不卖，就算卖也不会卖给我们道玄宗。啥玩意儿？为什么不卖给我们？我们道玄宗怎么着也是天极州第1大宗吧？凌霄和宗门合作开了一个造化阁的事情，你应该知晓吧？造化阁？这个我当然知道，可是这个和百花谷有什么关系？自然有关系，我们卖得太便宜了，所以整个天极州的炼药师都联合抵制我们道玄宗，他们现在恨不得宰了我们，怎么可能弄得到这涅槃花？我操，还有这事儿？这些炼药师也太小气了吧？那我们该怎么办？总不可能让吴峰废了吧？自然不可能，吴峰是为了我道玄宗，若不是他，我们等不到老祖出关，就算去跪下求，我也要求来这涅槃花。这涅槃花难不成其他州没有？不错，这涅槃花很稀少，附近几10个大洲只有百花谷有。
凌霄，你终于回来了！老祖找你说了什么？就是给我了一些传承，然后他就去试着最后一次突破，可惜还是失败了。唉，原来刚刚的气息是老祖再次尝试突破。我说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凌霄，你来的正好，看看无风的筋脉，你能不能修复？好，我先看看。筋脉全部裂了，居然如此之严重，这种情况基本不可能救好。你也没有好的方法吗？难不成只能用涅槃丹？涅槃丹？原来你们刚刚是准备去找涅槃花吗？不错，我们刚刚就是在说这个，只是这涅槃花只有百花谷有，你也知道，我们道玄宗之人肯定买不到的。百花谷有涅槃花吗？若是百花谷的话，我或许可以去试试。你去？你要是去百花谷，刚刚到宗门口就被围殴致死了。你小子不知道你现在的名声在天极州炼药师里面有多臭骂。他们又不知道我就是叶凌霄。再说了，我不去试试，无风师叔可是就废定了。哈哈哈，凌霄说的对，又没人认识你，师傅我相信你能行的。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麻烦凌霄你了。记住，一切以自身安全为重，需要什么尽管提。正好，我需要这蛟龙尸体炼制兽血丹，不知道宗主能不能把这蛟龙尸体给我，我可以花钱。另外就是那萧无阴的尸体里面好像有异火，我想试试能不能炼出来。自然没问题，你带走便是。多谢宗主，那我就不客气了。对了，等一下霸天我们准备去萧家，趁现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将他们斩草除根。你要不要也去？去萧家灭口？当然要去。好，那我先下去召集所有人，你们等一下去道玄广场集合就行。你们看，天空之中怎么多了那么多的飞舟？好像是道玄宗的飞舟，怎么来了这么多？这么多飞舟一起来，不会是道玄宗要来攻打我们萧家吧？不好，这道玄宗来者不善啊！快去通知老祖。老祖好像不久之前出门了，还是先去找三长老他们吧。不好，你们看那些飞舟开始攻击了，快启动护山大阵！老祖救命啊！我还不想死！可恶！道玄宗为什么攻击我们？可恶的道玄宗杀了我们萧家天骄，还要灭了我萧家不成？没想到这非洲居然这么强大，之前我去神霄宗的时候居然不知道，可惜了，有这非洲，那萧家三长老一炮就被我轰死了，还用得着被差点打死？哈哈哈哈哈！谁让你小子不好好看使用说明的？我哪里知道，非洲这东西除了能飞，还能攻击啊！其实你就算知道也没用，这非洲攻击固定的东西还行，若是用来攻击修仙者的话，根本打不中，除非像我们这样上来就偷袭。师兄，要说不说你能当宗主呢？好了，现在也到我练练手了。道玄宗，使我萧火火一招，大火火莲！你偷袭，你不讲武德！哼，哪里来的臭虫？以为多用几种异火就能元婴境界杀我一个出窍境？给我灭！我去，师傅这实力牛逼啊！这一人就能把整个萧家给灭了吧？你师父霸天的实力可不弱，体法双修，又是变异雷属性，当年和陨雷尊者并称为天极州雷伐双尊。只可惜，那陨雷尊者陨落了，
那陨雷尊者估计是名字没起好，陨雷，这早就陨落了。这话你可别当着你师傅的面说，不然你小心挨揍。好了，这萧家的强者也差不多死绝了，你要不要也下去练练手？去当然要去，不过宗主，这萧家弟子很多都有异火，能不能把他们的尸体都给我？我试试看能不能把异火全部提炼出来拿出去卖。自然可以，我道玄宗这一次可是你救的，别说只是一些异火，战利品你全拿走都行。多谢宗主，我只需要炼药用的材料和一些尸体就行。那我也下去练手。这萧家被师傅杀得差不多了，不过刚刚获得那黑魔蛟的血脉，还没来得及炼化，正好炼化了之后看看我的蛟龙血脉能不能直接提升到化神等级。好浓郁的血脉之力，还有这幽冥玄火也是化神级别的异物，不知道融合之后能达到什么等级。我操！那是凌霄那小子，怎么这么残暴？一拳一个元婴级长老，他的蛟龙血脉难不成达到了化神？这肉体实力居然如此之强大！看来凌霄之前只是使用了一小部分的血脉之力，他的这血脉等级绝对是化神级，而且还不是寻常的化神蛟龙。有了这等天赋，希望凌霄能在其他宗门发现老祖动生之前达到化神吧。这萧家的长老也不过如此，就算元婴6重天，现在也承受不住现在的我一拳。这些萧家长老的尸体都送入到鸿蒙空间了，等宗门把战场打扫干净，到时候我的这异火等级还能提升些许。宗主你来了，是来给我送资源吗？你小子眼里就有资源。宗主你是知道的，我修炼5行雷属性，消耗资源是寻常人的近100倍，不多弄点资源，日后出糗都难，别说是化神了。我自然知道，戒指里面有萧家的所有资源，大致2亿中品灵石。什么？萧家所有的资源？这是不是太多了？的确很多，不过你的贡献值得拥有这么多。况且我之前就说过，我道玄宗会全力供应你的资源，让你修炼。那我就不客气了，后续宗门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做到。你小子只要以后实力强大之后，还记得我道玄宗就行。只要你活着，并且实力强大，就是我道玄宗最大的底蕴。那我肯定要好好活着。对了，宗主，这下面快要到天极城了吧？我先下去了，等弄到涅槃花就回去炼制丹药。好，那我带着吴峰在造化阁等你。好，那我先走了。希望那玉海棠还记得我，这样才有机会弄到涅槃花。就是不知道
悟道果或者灵兽果能不能换到这涅槃花？要是不行的话，怕是只能想其他办法了。不愧是百花谷，这店铺里面也都是花。你们看，来了一个好帅的男修啊！不知道他是来买什么的，我们可是好久没有开张了。我去问问不就知道了。这位客人，你来我百花谷是需要买什么丹药？我们这里什么丹药都有哦，而且价格实惠。我和你们大师姐玉海棠认识，不知道能不能给我通报一下，我要买的东西，你们可能做不了主。你认识我们大师姐？不知顾客您叫什么名字？你就告诉他叶宵来了就行了，他应该还记得我。什么？你就是和师姐一起抗议造化阁的叶宵？我这就去通知师姐来。我去，我的名字怎么连这小姑娘都知道？难不成我是造化阁主的身份曝光了？要不要先溜？别到时候被围殴了。真的是师弟你来了，之前忘记加你的通讯符好友了。之前召集炼药师的事情，多谢你的帮忙了。师姐客气了，我们大家都是炼药师，那造化阁如此欺负人，自然要给他们一个教训。说起这个就来气，这都2个月了，那造化阁居然一点事情都没有。我们这些抗议的人，反而2个月都没卖出去多少丹药，太可恶了。可能是这造化阁之前蠢存的丹药多吧。不过，我听说最近他们也涨价了。是涨价了，但是就从7折变成75折，和没涨差不多，还是没人来找我们买丹药。算了，不说那些讨厌的人了。师弟你来是要买丹药还是药材？我给你特惠价7折。我此次前来是为了给一位师叔求涅槃花的，他经脉撕裂，若是没有这涅槃花，可能以后就是废人了，多少钱都没问题。涅槃花，要是其他的还好说，这涅槃花我也做不了主。那还请师姐麻烦给我通报一下。这涅槃花对我真的很重要。好吧，我先问问看我师尊，不过你也别抱有太大的希望。这涅槃花我百花谷最近有大用处，可能拿不出多余的。难不成百花谷也有人受伤了吗？其实不是别的，就是涅槃花树出了问题。最近几年来，不知为何涅槃花树渐渐萎靡，甚至有些枯萎，产出的涅槃花少了很多，所以我们自己都不够用。涅槃花树枯萎，为何会如此？这花我记得不是化神上品的灵植吗？我们百花谷也疑惑为什么会如此。我们请了很多化神上品甚至极品的灵植师，都找不到原因。这要是真的枯萎了，我百花谷损失就大了。这不巧了吗，师姐？我师父是化神极品灵植师，我手里正好有他独家的秘制灵液，专门修复各种化上品甚至极品的灵植。什么？师弟你没开玩笑吧？化神极品灵植师最低可都是合体级大能啊！我怎么可能和师姐你开这种玩笑？若是师姐相信我的话，大可让我去试试。若是成了，我只需要1朵涅槃花就行。若是真的成了，别说1朵，就算是10朵，我师尊他们都会给你的。我用不了那么多，到时候再给我一些药材和丹药就行。好了，师姐，我们走吧，我师叔那里有些急。好，师弟，你随我来。海棠已经把事情都告诉我了，叶宵是吧？你确定你真的能救活我百花谷的涅槃花？若是涅槃花有任何闪失的话，你知道后果的。后果吗？不知道是什么后果。哼，自然是无法活着离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想法？不过只是想要借着医治涅槃花树的幌子来接近我这傻徒弟罢了。之前你也和他鼓动各宗的炼药师联手，也是为了接近他吧？师父，你在说什么？叶宵师弟是我去找他的，况且这一次的事情也是我主动和他说，他才知道涅槃花的。你这傻姑娘，哪里知道这些男人为了骗我们女人的心到底有多会演戏？他肯定是早就知道了。怎么可能？师父，我相信师弟。哼，蠢货，被这些臭男人卖了都不知道。前辈，你用不着对我这么大敌意。若是我救不活，要杀要剐随你。不过我动手前，还是先谈谈我的报酬吧。可以。海棠说你要涅槃花和丹药，既然如此，我百花谷的丹药随便你拿，总价值在2000万中品灵石之内就行。2000万中品灵石是不是有些少了？
你这涅槃花束若是死了，你们可是得损失几十亿。哼，你什么意思？难不成你还想要几十亿？还有你之前不是说用不了多少钱吗？之前我看在师姐的面子上，就算只给我一朵涅槃花，我也会出手。现在吗？没有价值3亿块灵石的丹药，你就等着涅槃花彻底枯萎吧。小子，你什么意思？居然要3亿？你可知道3亿中品灵石是多少？我自然知道，你百花沟所有的丹药加起来，大致应该差不多了。不过比起这涅槃花束的价值，3亿块中品灵石绝对不算多。别说我们能不能拿出3亿中品灵石丹药，就算能拿出来，为什么找你，而不是去请合体级的强大灵植师出手？你倒是去啊！若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请过合体级灵植师吧？只是他们要价更高，还不一定能治好。你这是吃定我们百花谷了，你就不怕我杀了你？谷主大可动手，我若是没有保命的手段，怎么可能一个人来你百花谷？你快点决定，再等一下可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再等一下可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这是怎么回事？涅槃花怎么开始枯萎了？这涅槃花之所以枯萎很简单，你们常年贼月用灵石催生，导致其内部已经彻底衰败。说白点就是内部腐朽，寻常灵液无法救活。再等等，3亿的灵液可是就不够了，得加钱。好，只要你能救活涅槃花束，3亿就3亿。师弟，求你出手救救这涅槃花束吧！之前的事情是我师父不好，我和你道歉。既然师姐都开口了，那我也不咄咄逼人。丹药你们用毒丹和废丹凑数也行。臭小子，还说不是冲着海棠来的，这死丫头一句话相当于直接降价1-2亿。谢谢师弟，我以后一定报答师弟你的恩情。朋友之间用不着这么客气。既然如此，那我动手了。这里面是鸿蒙空间炼化出来的纯净灵气液体，再加上1万道的木水，救活这一株涅槃花束应该够了。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你到底用了什么灵液，居然真的将这涅槃花束救了，而且这么快的速度，好厉害！师弟，你的师父居然真的是合体灵植师。我说了能救回来，就肯定能救。太好了！涅槃花现在不仅复活，而且还变得比之前生机更加旺盛。以后涅槃花的产量，怕是最少都能多产出几十朵了。自然可以，而且万年内你们不用担心再次出现枯朽的问题。叶小友，实在是不好意思了，之前误会你了，还请小友别生气。实在是这些年来，太多的登徒子以各种借口来我百花宗，骗取我百花宗弟子的信任。这个我自然理解，有所怀疑也是正常的。叶小友能理解自然最好。之前说好的报酬，我百花谷绝对不会食言，只是数量太多，要准备起来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要不小友先在我百花谷等几天。我宗门师叔还等我拿孽花回去救命，只能过几天再来拿了。这样啊，那也行。小友3天之后来，到时候我准备好所有的丹药，这几朵涅槃花，小友就先拿回去。师弟，你快点回去救人，我会和师傅这边尽快把所有丹药给你准备好的。那就麻烦师姐和谷主了。既然如此，那我先走了。海棠，这叶萧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之前居然只需要1朵涅槃花就能动手，你们2个该不会已经在一起了吧？我的师傅啊，我天天在宗门修炼，哪里有时间谈情说爱？我和师弟才见面2次，才2次，那就是一见钟情。那小子肯定是喜欢你，不然不可能如此大手笔。你可是得小心一点，男人都没好东西。师傅，你说啥呢？师弟只是当我朋友而已。再说了，我相信他是好人。哼，死丫头，别到时候被人骗了都不知道。走吧，先去准备丹药。3亿的丹药还得和宗门的长老们说清楚才行。师傅，你等等我！你小子居然真的弄到了涅槃花，而且还成功炼制出来，你是怎么做到的？那玉玲珑可不好惹啊！自然是靠手段，总不可能是靠我的颜值吧？虽然我长得也的确很帅，不过那谷主怎么好像很讨厌男人？据说那玉玲珑曾经有个关门弟子，
天纵奇才，只可惜被天剑宗一个天骄给骗了身体，最后离世了。所以任何想要骗他徒弟的男人，都会被他阉了。我去，还有这事？那我岂不是差点成太监？你小子现在知道怕了。好了，别说了，快点给吴峰吃丹药吧，他的情况很不乐观。放心，我这丹药一枚下去，保证吴峰师叔马上跳起来打一套剑诀。好强大的剑气！吴峰的剑意居然破后而立，突破到了6重，这等剑意足以在整个天极州称霸了。难不成吴峰师叔的剑意比那天剑宗的宗主还要强大不成？那天剑宗宗主只是5重巅峰的剑意，不过他修炼天赋强大，和我们年纪差不多，却已经化神境界。整体天赋而言，吴峰的确不如他。这倒也是，毕竟境界强才是最重要的。我昏迷了多久？我记得我受了很重的伤，怎么一点伤痕都没有？而且经脉居然比之前更加坚韧了。你运气好，凌霄去百花谷弄来涅槃花，并且成功炼制出涅槃丹，这才把你给救了。凌霄救了我，多谢师侄救命之恩。师叔客气了，你是为了救我道玄宗才受的伤，能救你，我自然不可能不管。成功突破了吗？老祖最终还是去了。他修炼的那部功法看样子问题很大，即使是有寿元丹，也只是让他在最后有了一战之力而已。老祖还是去了吗？那我们道玄宗接下来怎么办？没有化神的话，很容易被其他宗门吞并。有护山大阵在，寻常的化神级别的强者无法攻入我道玄宗。短时间内我道玄宗是没事的。这倒也是，老祖陨落的消息，只要不被其他宗门知晓，稳个几十年应该没问题。只是几十年的时间，让我道玄宗再出现一个化神的可能性，几乎为0啊！唉，或许几十年够了。凌霄，难道你有什么方法吗？成为化神可没有那么简单。要成为化神境界，不仅需要境界提升到出窍巅峰，而且还需要极为强大悟性，凝练出身外化身才行。这些我都知晓。境界的话，我现在已经能炼制出出窍下品的精品级别丹药了。虽然只是下品，但是只要数量足够你们境界快速提升，且没有多少副作用。此乃悟道果，一枚就相当于在悟道池训练1个月，而且不会和悟道池一样待的时间久了会大打折扣。我这里还有几十枚，足够任何一个出窍巅峰领悟身外化身了。什么？悟道果？传说之中合体灵植悟道果？悟道果这东西，即使是在合体大宗，那也是顶级至宝。凌霄，你从哪里弄来的？几十枚给我们这些区出窍境的吃，是不是太浪费了？这东西的确珍贵，但是以我道玄宗现在底蕴，拿出去出售，无异于自寻死路，还不如用来提升实力。唉，我道玄宗欠你的恩情是越来越多了，可惜老祖死得早，若是能有这等神物，或许有机会突破也说不一定。道玄宗强大，我也才能安稳提升实力。不过要炼制大量出透级丹药，就需要大量的资源。我的造化阁还是得继续扩炸才行。我道玄宗一定全力配合你，将造化阁扩张到周围的大洲。我从今天开始，就是凌霄你的贴身守卫，有我在，除非化神亲临，不然没有人能伤害得了师侄你。那我的安全可是就麻烦师叔你了。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应该会有很多危险。没想到师侄你居然在被百花宗通缉的情况下，和百花宗打好了关系，还真不简单啊！我根本没有和百花谷打好关系，确切的说是我不是以叶凌霄的身份，所以等一下到了百花谷，师叔你怕是得隐藏一下身份。原来如此，我就说百花谷那些记仇的人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和你交好？既然如此，那我就隐藏一下吧。叶小友，你终于来了，我百花谷早就恭候多时了。他就是叶萧。居然能治疗好涅槃花，据说他师父是合体级的灵植师，不知道真的假的。宗主客气了，
不知我的丹药，宗主你准备好了没有？自然准备好了，只不过有个事情，还希望叶小友再帮忙一下，不然这3亿的丹药你可能拿不走。宗主，你这是想要赖账？你百花谷这是何意？一株涅槃花树价值何止10亿灵石？你们想赖账？问过我手里的剑没有？6重剑意，这怎么可能？师叔别这么着急，先听听看百花宗主到底要说什么。我相信他百花宗不是那种小人。哼，叶小友说的不错，我百花宗的确不会赖账。刚刚的话是事出有因。事出有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说来听听。只要不是赖账就行。小友你也知道，我百花谷乃是炼药大宗，宗门每天产出大量的废丹和毒丹，这些毒丹都会放在那废丹宴储存，而毒丹储存太多的话，丹毒就会过于浓郁。难不成是这废丹之中的丹毒爆发了？不错，下面的人看管不力，导致丹毒超过了阵法阈值，阵法已经要爆了。你也知道丹毒爆发的危害，若是蔓延开来，我整个百花宗都保不住，所以想问问叶小友可否有解决方法。师弟，我师父的意思只是想要问问看你有没有办法解决，若是没有的话，这废丹可能得等等。不是说你不能解决，这丹药就不给你，我百花阁实在是没办法了。丹毒爆发，如此小的事情，我自然能解决。什么？真的能解决？太好了！若是能解决的话，我百花谷这一次有救了。不愧是合体大师的弟子。叶小友，你说的是真的？若是你真的能清除这一次爆发的丹毒，我百花谷可以再拿出价值1亿灵石丹药作为报酬。可以。另外我还需要带走废丹宴之中的所有毒丹和废丹，若是可以，我现在就可以去将废丹宴清空。自然没问题，只要小友你能解决，连废丹宴一起带走都行。那我们出发吧。这里的废丹还真是不少，至少是我们道玄宗的几10倍。这一次来对了啊！师侄，这么多的废丹，你要如何处理？如此浓郁的丹毒，即使是我待久了，也会丹毒入体，危害根基的。师叔忘记了，我的5行雷灵根所凝练出来的5行雷火，能焚烧废丹之中的丹毒。我只需要将所有废丹全部焚烧了就行，还能提炼出一些有用的丹药。话虽如此，但还是得小心，丹毒不可儿戏。这个我自然知晓。好了，师叔，你可以先离开去外面等我，等一下丹毒爆发，对你身体无益。好，那我去上面等你的消息。如此之多的废丹，不知道全部炼化，能炼化出多少的灵气？不知道全部炼化，能炼化出多少的灵气？这火焰难不成是5行雷属性的异火？可是这等异火，天地间存在吗？还是说叶小友竟然掌控了5行雷属性？这个就用不着宗主你操心了。宗主你还是先准备好丹药吧。酬劳的事情，我百花宗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只是我怎么感觉这叶小友所掌控的5行雷属性，似乎和传闻之中道玄宗的道子叶凌霄有些相似。什么？和叶凌霄相似？这怎么可能？什么？和叶凌霄相似？这怎么可能？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这个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易吧？看来是我猜对了，怪不得阁下一个6重剑意的强者居然要隐藏身份。你应该就是道玄宗剑锋宗主无风道友了吧？不错，的确是我。我师侄无意和你百花谷为敌，所以才让我隐姓埋名。不然你以为就凭你百花谷有资格赖账？什么？你们真的是道玄宗的？也就是说，师弟一直在骗我？哼，我早就说了，男人都是喜欢骗人的。你现在相信了吧？那之前我在造化阁见到师弟，难不成
他是造化阁的炼药师。师侄可不是寻常的炼药师，而是我道圣宗造化阁的阁主。什么？造化阁主不是那丹霞子吗？怎么会是这小子？师弟就是造化阁主，那他还和我召集炼药师一起讨伐他自己？我也不知，或许师侄真的喜欢你吧。喜欢我？臭丫头，你脸红个茶壶泡泡，他可是在骗你啊！那个师傅，我觉得师弟他也是有苦衷的，不然以他的实力和身份，应该不至于骗我。死丫头，和你师姐一样，笨得要死！哼！终于清空了，这一次的收获还不错，相当于8、9个亿中品灵石的灵气量。这么多的灵气，足够我修炼到元婴巅峰，甚至达到出窍境界了。也是时候突破元婴了。之前用大量悟道之气推演出来的5行属性的功法，将我的真气变得比之前凝练了足足数倍。要突破得多吃一些化阴丹了。我操！不是，雷蛮子，你这徒弟是什么怪物？这才突破金丹不到半年，怎么就突破元婴了？而且这气势比我突破出寸境、刀境还要恐怖！哈哈哈哈哈！我说多少次了，我徒儿凌霄有仙人之姿！哈哈哈哈哈哈！好家伙，之前霸天你说这句话我还觉得夸张了，但是现在怎么感觉你说的是真的？凌霄还真的是一次次的刷新我的认知极限，看来他炼化那些丹毒的同时，也能从丹毒之中提炼出一些灵气，用来提升实力。我道玄宗看来对凌霄的培养已经帮不上什么大忙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给他收集资源。他的造化阁看来应该要推广到其他的大洲了。可若是如此的话，其他州的强者有可能盯上我道玄宗。吴峰，你怕什么？现如今老祖成功恢复寿元，还有100年寿命，有凌霄师侄在，老祖100年内肯定能突破。到时候寿命再次提升，守护我道玄宗到凌霄师侄成为化神，不在话下。老祖能不能突破，尚且是个未知数，我等不要太过乐观。不过玄法说的对，老祖之前出手的威名尚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有人敢对我道宗动手的，所以我等要在这段时间内快速将那造化阁扩张出去。我等领命。从金丹巅峰提升到元婴翼重天之后，真气的凝练程度居然比之前强大的7、8倍有余。按照这个强度的真气来计算的话，就算是寻常的出窍境的真气强度都不一定有我的强大。这就是6种属性的强大之处。不过这灵气消耗量又提升了，之前计算能达到出窍，现在最多元婴巅峰。怪不得所有人都说5行属性养不起，我这6属性更加是个吞金兽。不过这百花宗有那么多的废丹，其他宗门应该也不差，而且每个宗门都有各自的特色废品，或许可以这些宗门交易一下。凌霄，我道玄宗宝库之中的所有东西，现在都归你了。我道玄宗能帮助你的，也就这么多了。宗主说笑了，若非有道玄宗的教导和资源，我要达到现在的修为，怕是要很长的时间才行。你能这么说，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你的天赋太强，日后注定超脱我道玄宗。哪天你要是进入顶尖宗门，甚至那传说之中的圣地的话，我道玄宗也算是有大靠山了。宗主，难不成我还能加入所谓的圣地？自然能加入，绝仙大陆的修仙者都可以向上攀登，不过最少都得攀登2个级别。比如你原本出自于一个金丹宗门，寻常元婴宗门不会收你，只有出窍宗门才会。这是为何？
很简单，宗门最强者只差一个。有时候宗门整体实力其实差距不大。曾经有一些天才加入高一些的宗门之后，发现差距不大，等学成之后就会跑回去。也就是若是差距太大的话，这些人学成就看不上原本的宗门了。不错，你在一个化神宗门，即使是当内门弟子，也看不上一个元婴宗门的长老。两者能获得的地位和资源不是一个量级，而且有强大背景，不用担心被打杀。说白点儿，还是利益驱使。是的，修仙界最注重的就是利益。说直白一些，我道玄宗培养你，也是看重你的天赋，所以你不用有心理负担。宗主，你这话就见外了。宗主，你这话就见外了。什么人对我好，什么人利用我，我心知肚明。未来我若是能有一番成就，一定将道玄宗培养成第一圣殿。第一圣地，好，好，好。那我可是就等着那一天的到来了。对了，还有另外一件事，之前你不是让我联系其他宗门，问他们是否有废弃的资源出手吗？他们回消息了吗？不错，目前给我们消息的有2个化神宗门，就是这2个宗门都有些特殊，一个是天柱峰，一个炼气宗门，有很多报废的法器和材料，不知道你要不要废弃的法器？要，当然要，只要蕴含灵气的都要。那就好。不过另外一个宗门，也就是万寿宗要出售的东西，就有些复杂了。难道说他们有很多受宠的尸体要卖？这倒不是，万寿宗的受宠尸体是非卖品，给再多钱也不买。不出售受宠尸体，那他们要出售什么？说了你别生气，他们准备出售的东西是那些受宠排泄的粪便，而且是积攒了几千年的粪便。什么？粪便？什么？粪便？这粪便其实也是好东西。粪便能是什么好东西？难不成那些受宠拉出来的都是灵石不成？自然不是，不过也差不多。这些受宠都是吃灵植长大，粪便之中拥有大量的灵气，是低端灵植师培育灵药的最爱。别看都只是粪便，其价值完全不输于低级灵土，只是数量太多，根本卖不完。长此以往，全部都挤压在宗门化粪池内。你要的话，他们便宜出。好家伙，我原本只想着收破烂，现在改成收大粪了。没办法，我原本也不想要的，主要是他们给的价格太低了，几乎是白送的价格。当然你不要的话就算了。要当然要，几乎白送的资源怎么不要？等我先去天柱峰回来再说，自然可以。对了，这里的东西你先拿走吧，都是你的了，想怎么用是你的事情。那我就不客气了。无风道友，道子阁下，这里就是我天柱峰的废弃池了。在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废弃法器和废弃材料，你们想要多少拿多少。哈哈哈哈。若是可以的话，我们准备全部带走，所以还请铁峰主说一个合适的价格。全部带走，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虽然都是废弃的，但也是积攒了数千年的废弃法器，这价格可不低呀。峰主放心，我手里的弹药和灵石还是很多的。道子殿下是我道玄宗现在唯一化石人，他能调动整个道玄宗的所有资源，地位只在老祖之下。什么？还有这种事？所以峰主尽管报价就行，当然能给个优惠自然最好。既然全部要的话，对我天柱峰也是好事。既然全部要的话，对我天柱峰也是好事。这么多的废弃法器，每年都需要大量的阵法输入来镇压其中的煞气。这样，你给7000万中品灵石全部带走。7000万吗？那也可。7000万，铁峰主莫不是欺负我们不识货？这里的东西撑死3000万中品灵石。没错，7000万那也太贵了。我去，这铁狂虎长得浓眉大眼的，没想到这么黑。哈哈哈，开玩笑，开玩笑，3000万就3000万，这价格可是最低了，已经不能再低了。3000万是撑死的价格，怎么？铁峰主，你准备撑死？无风道友原来是行家，好吧，那就2000万算了。既然如此，那就2000万中品灵石。不过可以用丹药结算吗？丹药嘛，可是我天柱峰不怎么需要丹药啊。我们宗门的都是粗人，基本都是炼体的。要是炼体的丹药还行。淬体丹吗？当然可以。不过我这里或许有更适合你们的丹药。这丹药品质看上去不低啊，不知道是什么丹药。此乃悟道丹，
可大幅度提升一个人的悟性。一枚价值5000万中品灵石，一枚价值5000万中品灵石，你再给我补3000万就行。啥玩意儿？一枚丹药5000万？小子，你比我还黑呀！我这丹药童叟无欺，这丹药的效果就是在10天之内将悟性提升10倍。你若是炼气时候服下一迷，炼气等级能提升最少一个小境界，而且能提升一个品级。什么？提升悟性？这怎么可能？这要是真的，我砸锅卖铁也要买一枚。你可以试一试，若是我说的药效不对，我给你双倍赔偿。当然，得先付清全款。好，5000万就5000万。我这戒指里面还有炼制好的很多武器，算是我全部家当，加起来最少也有3000万，加上这里的所有废弃法器，都给你了。好，钱货两清，你可以现在验货。验货？这怎么行？这等珍贵的丹药，我得沐浴更衣，然后调整好到最佳的状态才能服用，最少也得10天半个月之后了。现在吃了简直暴殄天物。难不成你还要我们等你10天半个月不成？这倒也不是。这样，你们先带东西走，等我准备好了，到时候找你们来做见证。就是得麻烦你们再跑一趟。自然可以，既然封主如此相信我们，到时候我给封主再赠送一枚静心丹，把药效发挥到极致。哈哈哈，痛快！果然不愧是道玄宗道子，就是大气。这里的废弃法器你随便打包带走，全部都是你的了。好，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现在就是真的钱货两清了，两位要不要再休息休息？不用了，我和师叔还有其他的事情，就先告辞了。这万寿宗果然名不虚传，到处都是各种妖兽。说起来，我道玄宗似乎没有御兽封吧？这是为何？别说是我道玄宗，就是整个天极州都没有一个化神宗门拥有专门的御兽体系，主要就是因为这万寿宗。难道是因为要学习御兽的都来万寿宗了？不错，这万寿宗拥有3大化神级妖兽，以及数十尊出教级妖兽，元婴级妖兽更是数不胜数。其综合实力水准远超我天极州任何一个宗门。哦，那为何我道玄宗反而还是天极州第一大宗，而不是这万寿宗？万寿宗虽然整体实力强大，但是却只有一个化神1重天老祖，而且3大化神妖兽加起来还不够我道玄老祖一招秒的。这倒也是，任何一个宗门还是顶级强者足够强大才能震慑其他宗门，其他的强者再多也是徒劳。所以，这也是为何老祖的事情就连玄法都还不知晓的原因。师侄你也别说漏嘴了。那是自然，那件事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希望能隐藏到我突破到出窍境界之后，或者你们有人能突破化神再说。希望一切顺利吧。走吧，前面就是万寿宗的宗主大殿了。两位，这就是我万寿宗的其中一个化粪池，这里的东西可都是宝贝啊，一共3000个这样的池子，每一个收你们1万中品灵石就行。也就是一共3000万嘛。好，我们全要了。师叔，这不讲价吗？这可是3000万啊！一些粪便用得着这么贵吗？3000万的价格其实很便宜了。这些东西和那些报废法器不一样，报废法器还得重新炼制，妖兽粪便能直接当做废料。既然如此，3000万中品灵石，我道玄宗全部收了。自然可以，不过这3000万，不知道可否换于一个方法支付？这和你之前和我师兄说的一样吧，宗主？你想要什么方法支付？无风道友别误会，我也是临时起意。天柱峰的铁峰主是我的化好友，他前2天给我传讯，说你们道玄宗的丹药乃是神药，所以我也准备求一枚丹药。丹药换，那自然可以。不知你要什么丹药？我是准备给我宗门的镇山神兽冰云蛟求一枚化龙丹，当然不是传说之中那种真的能化龙的化龙丹，而是一种失传已久的弱化版本，能让蛟龙血脉提升些许。哦，还有这种丹药，不知丹方如何？我看看。还有这种丹药，
不知丹方如何？我看看。这就是丹方了，道子过目。原来如此，这丹药等级不高，但却是必须精品以上，怪不得你找不到人炼制。道子阁下说的不错，虽然只是出鞘中品，但是因为得精品，我们找了很多化神中品炼药师，都说炼制不出来。当然，道玄宗若是也无法炼制出来，那就闲金结算就行。当然能炼制。什么？真的能炼制？道子阁下不是开玩笑？我失职的话，就代表我道玄宗最高意志。他说能炼制就能。的确能炼制，就是这价格可就不是3000万中品灵石了，这可是精品丹药。只要能炼制，别说是3000，就算是1亿，我万寿宗都愿意。好，那就1亿。另外，炼制这化龙丹需要万寿精血，精血越多，炼制出来的效果越好。若是可以，宗主你可以多准备一些妖兽血肉。当然没有问题。我万寿宗的葬兽渊里埋葬着数万年来积攒的妖兽尸体，这些妖兽尸体道子你想要多少都可以。这些妖兽尸体道子你想要多少都可以，只要能炼制出最好的化龙丹。哦，那葬兽渊的妖兽尸体不是不对外出售吗？道子说笑了，我这不是没有出售吗？再说了，能为我万寿宗的正宗神兽的进化做出一番贡献，也是这些受宠的福分。宗主说的不错，我没给钱，自然不算是出售。既然如此，那你去准备好妖兽尸体，我先收了这些污秽之物。可以，那我先告退了。没想到这葬兽渊居然有这么多的凶手尸骸，化神大妖的尸体都有不下10尊了吧？不错，一共12尊化神妖兽的尸体，都是我万寿宗的妖兽先祖。不过，若是你能炼制出化龙丹，那这些妖兽你全部带走都没有问题。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还好这一次带着的出鞘级储物戒多，不然这么多的骸骨，还真的无法全部收走。哈哈哈哈！道子果然财大气粗，这等储物戒，我整个万寿宗加起来都没10个，你一出手就这么多。宗主说笑了。对了，这些骸骨我都带走，到时候绝对炼制出一枚史无前例的化龙丹给你。不过最少5天的时间才行，这丹药等级不低。哈哈，不过区区5天而已，我还以为得1年半载，5天自然最好。好，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告辞了。5天之后，丹药准时奉上。道子慢走。这一次的收获简直巨大，这些废弃法器和这么多的骸骨所蕴含的灵气全部炼化的话，最少都堪比10多亿的中品灵石。而我付出的代价不过只是些许而已。只是这些废弃的法器，要是直接炼化，性价比不高。这些法器若是能重铸成功的话，其价值能提升100倍不止。我之前也学过炼器，只是炼器的水平勉强达到元婴级别，这一次或许可以再提升一下。不过在此之前，还是先炼制化龙丹再说。万寿宗的蛟龙骸骨数量很多，炼化出来的这一道神龙血脉比之前炼化黑魔蛟获得的还要多10倍不止。吸收之后，我的神龙血脉能提升到化神中品级别了。至于炼制化龙丹的话，只需要其中1小份就足够了。
龙族血脉就是强大，即使是没有彻底化龙，只是调用一部分的龙族力量，我的肉体都已经提升了足足10倍。太轻了，这原本对我而言重若大山的女雷剑，现在居然如此轻便。不过也是，这女雷剑不过只是一柄元婴极品的法器，我的肉体力量化龙之后，比起寻常的出窍境体修都不弱了。看来是时候炼制一把属于我自己的武器了。突破出窍之后，真气变得更加凝练，五行雷火所凝聚出来的丹露也比之前更加凝练了不要。先洗手悟道之气，炼制几把元婴级别的武器试试水。元婴上品的精品法器，这可是比陨雷剑的价值都要高了。威力的确比那陨雷剑强上3分，不过距离我的要求还是差远了，而且太轻了，得重新炼制。悟道之气的加持之下，5天时间足够了。一次性炼制100把，全部都是元婴级别的精品法器。等一下再将天空之中的那些法器全部回炉一遍，提升我的炼器水准。等炼器水准达到一定程度，就能打造我真正需要的法器了。诸位，我造化阁今日有一个大消息要宣布。诸位，我造化阁今日有一个大消息要宣布。那不是丹霞子大师吗？据说他就是造化阁主。不知道要宣布什么大事？有大事？难不成要涨价了？什么涨价？我还准备今年突破元婴呢，怎么能涨价呀？哼，我看肯定是其他宗门的那些炼药师施压了。我听说他们可是联合起来在对抗造化阁，简直岂有此理！诸位不要误会，我造化阁从未说过要涨价。我造化阁的定价虽然便宜，但是利润绝对够的。曾经的丹药价格贵，不过是因为被有心人抬高药价而已。所以诸位大可放心。什么？不是要涨价？只要不涨价，那就没问题了。造化阁大气啊，都打7折了，利润率还能保证？之前那些炼药师到底坑了我们多少钱？没错，现在还联合打压造化阁，活该他们一枚丹药卖不出去。今天要宣布的事情和诸位也是息息相关。从今天开始，我造化阁拓展法器业务，我造化阁将会推出大量的精品法器。价格依旧是市场价的7成。什么精品法器价格还只是7成？真的假的？7折的法器，太好了！7折的法器，太好了！精品法器这东西本来就供不应求，平时都是涨价，这造化阁居然还打折！哈哈哈！若是真的，我今天就买一把。我的法器损坏很久了，一直没有机会更换。没错，还有我，还有我！诸位稍安勿躁，现在我给诸位展示一下我造化阁的精品法器。精品级别的元婴下品法器紫炎剑，7万中品灵石1把，同等级法器各种属性都有，不限量供应。我操！这是良品法器的7折！我操！7万的精品法器，这是良品的7折价格吧？怎么这么便宜？什么属性、什么类型都有，那我这雷属性岂不是也能买到适合的法器了？我这老伙计也是时候退休了。出鞘中品的5行雷灵剑，终于成了！
哈哈哈！师傅，好消息啊！哦，有什么好消息让你这么激动？说来听听。师傅，你可是不知道，你拿出来的那一批武器卖爆了，一天就销售额5200万中品灵石。按照这个速度，我道玄宗发了。什么？一天卖了5200万？你确定？什么？一天卖了5200万？你确定？哈哈哈哈！当然确定，每一把都是我亲自出售的。好，你做得很好。这5200万，3成是宗门的，剩下的7成拿出1成给造化阁弟子分，你来决定。师傅，这怎么能行？我能跟在你身边学习炼药就已经是天大的荣幸了，现在做这么一点小事，怎么还能收钱？让你拿着就拿着，这是两码事。好了，这是最新一批的法器，等级比之前的都高一个小境界。至于定价，还是和之前一样的7折来。高一个小境界？师尊，你的炼器等级又提升了？不错，稍微提升了一些。另外，让造化阁公布下去开设新的业务，法器重铸。法器重铸？师尊，那收费是和新的一样吗？要是和新的一样的话，感觉更加费劲啊！每一件法器都相当于定制了。当然不可能一样的价格，不仅要更贵，而且还要收3倍的价格。啊，3倍？师傅，这是不是太高了？同样的钱，完全可以买一把全新的法器了。有几个人会花3倍的钱买2手重铸的？你是炼药师，所以不怎么了解。任何出窍级以上的法器都是要神魂温养，而新的可没有温养过。原来如此，我懂了。那些出窍境的强者，每个的法器都是使用了千百年，换新的又舍不得，继续用老的可能等级低或者损坏了。所以若是能重铸，他们肯定愿意消费。不错，正是如此。太好了，若是如此的话，这个生意绝对能卖爆了。特别是那些剑修，每一个都把自己的剑看得比命都重要，一个都不愿意换，现在肯定都得来求着买了。所以让他们换武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师尊放心，我一定争取让天极州的每一个出窍强者都用上您炼制的法器。好了，下去吧，抽空去一趟万寿宗和天柱峰，把丹药给他们送去。好的，师尊，弟子告退。一天5000多万的收入只是暂时的，这相当于一天卖了几乎上百把法器，而整个天极州的元婴级强者也就几万个。等3成以上的人都买了法器之后，这生意也就到头了。还是得拓展其他州的生意，才能长久的卖下去。另外，这次法器重铸面对的不仅仅只是出窍强者，还有那些元婴甚至金丹级别的剑修一类的意境修士。若是能将天极州最大的剑道宗牌万剑剑宗的生意拿下，最少也有10个亿的纯利润。毕竟我的成本太低了。听说了吗？造化阁出法器重铸的业务了。听说了。虽然价格有些贵，但是物超所值啊。我的法器已经用了300年了，早就快要报废了。现在每隔10年就要去加固一次，最近100年来花的钱都能买3把了。谁说不是啊？我也一样，我运气更差，遇到个不靠谱的炼器师，给我法器核心锤裂了，等级和品质都下降了。那造化阁的业务若是真的，我也去换一把。现在的法器用着太糟心了。臭小子，你小声点。你不知道最近宗门严打去换法器的弟子吗？说什么法器是我们剑修的命，怎么能随便让别人锤打？好几个弟子都被丢剑种了。也不知道宗主怎么想的，宗门内那么多弟子，天天抱着旧法器战斗，经常剑毁人亡。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的重铸灵族，居然不让我们去。据说是为了让我们用残剑去温养老祖留下来的天极剑。什么？就那化神上品的天极剑，那剑不是早就报废了吗？你不知道，虽然报废了，但是只要一直用剑意温养，就依旧能发挥出巅峰时期的战斗力，是我万剑宗宗的保命底牌呀！诸位，今日召集所有人前来，还是那件事。我听说宗门内部最近出现了一些弟子，居然偷偷摸摸跑去把自己的武器重铸了。这等害群之马，诸位看应该怎么处理？怎么一个个都哑巴了？平时你们不是都很能说会道吗？难不成想要包庇那些孽徒？宗主说的对，这种害群之马就该好好严查。我建议让这些弟子去看守剑中100年，正好用自身剑意给天极剑温养。很好，不愧是我万剑剑宗的大长老，觉悟就是高。其他的长老也都得好好监督自己门内的弟子，切莫再出现这等事情。宗主放心，我等一定约束门内弟子。没错，绝对不会让门内弟子去重铸法器的。
好，你们有这种觉悟就够了。既然如此，宗门内部就交给你们了。散会。终于走了，刚才吓死老夫了。大长老，你有些不地道啊，居然提议罚那些去重铸法器的弟子镇守剑冢100年，那可是会把一个弟子废了。是啊，为了那残缺的天极剑，我万剑剑宗的弟子已经损失多少人的法器了？难道还要继续下去？没错，这损失的法器，花费的钱加起来，都能再请人打造一把新的天极剑了吧？哼，你们真的是为了你们的弟子在这里着急，还是说只是打着为弟子着急的幌子，实则是害怕自己也去重铸法器的事情被发现？大长老说笑了，我们怎么可能顶风作案？我们可都是严格遵循宗主的法令的。严格遵循？那赵长老，你的剑怎么从元婴上品变成极品了？周长老，你的剑怎么变成出错了？还有其他人，谁的法器没有升级？好了，一个个的着急个什么劲？我又没有说要找你们的麻烦。再说了，我和宗主保证的是门内弟子，你们是长老，急什么？原来大长老你早就想好说辞了啊！不过那些弟子要怎么办？真的要全部处理？当然要严肃处理。宗主都发话了，怎么可能不处理？你们要违抗宗主的法令不成？可是真的处理的话，那么多弟子都去看守剑冢，我万剑宗尊怕是都没弟子了吧？是啊，我看宗门至少30%都去重铸了。总不可能全部抓了吧？哪里来的30%？我看最多就3、4个，甚至1个都没有。我万剑剑宗法令如此之严苛，怎么可能有弟子顶风作案？对，我万剑剑宗的弟子怎么可能的不遵法令？一定是我们想多了。就是有没有重铸法器的弟子，还不是我们说了算？这些老家伙还真以为本宗什么都不知道，我又何尝不知道那天极剑就是个无底洞？可是有什么办法？宗门祖训在，我要是真的放弃天极剑，让其彻底报废，我可是就成宗门的罪人了。哼哼，不过现在不一样了。要是天极剑真的出问题，那就是你们这些老东西欺上瞒下，和我这个宗主可没有1毛钱关系。不过话说回来，那造化阁会不会有办法可以重铸天极剑？去问问看。没想到剑无极前辈您居然亲自前来我造化阁，我造化阁蓬荜生辉啊！就是不知道前辈您来是需要炼制丹药还是法器？我听说造化阁有能力重铸法器，不知道化神级法器能否重铸？化神法器？难不成是前辈你的法器需要重铸？不是，是我万剑剑宗的天极剑需要重铸。天极剑你应该知晓吧？我就不用多介绍了，你可以问问你后面的炼器大师，若是可以重铸，多少钱我万剑剑宗都拿得出来。天极剑，就是那一把化神上品的天极剑。不错，化神上品，以我自己的炼器水准，肯定是不可能重铸的。但是重铸法器，并不需要真的重新炼制，只需要注入金属性的灵根之气，就能让法器恢复。如何？你造化阁背后的炼药大师也无法炼制吗？可以，当然可以。什么可以？叶道子，你可是别随便说。重铸天极剑，除非是化神极品的炼器大师出手，不然断然不可能重铸成功。我自然不会拿这件事开玩笑。我说了可以重铸就是可以，就是这个报酬就有些高了，需要寻常化神上品法具的3倍价格，也就是30亿中品灵石，或者30万上品灵石。3倍？只不过寻常重铸也要这么高的价格吗？自然不是寻常的重铸，而是直接重铸到良品水本，因为算的价格也只是普通合格品质的3倍。你要是能拿出300亿灵石的话，我也能给你炼制到精品。什么？精品也能炼制？这怎么可能？自然可以，但是宗主你有那么多钱吗？自然不可能有，别说是300亿，就算是30亿我都拿不出来。不知道能不能只需要炼制成普通品质就行？30亿对于寻常化神宗门实在是太多了。前辈你先别急，我说的30亿并非是真的需要拿出足30亿的灵石，你们完全可以使用物品来兑换。哦，使用物品兑换？不知道道子阁下需要什么物品？我万剑剑宗都是剑修，除了人就只有剑了。人我自然是不要的，但是剑可以啊。据说你万剑剑宗有一个剑池，专门用来温养天极剑。既然天剑要重铸，那剑池是不是就用不上了？你要剑池之中的剑，那些可都是些废弃法器啊，你确定？当然确定。不过即使是所有的剑，按照估算最多也只能抵靠10亿中品灵石，只能将法器恢复到原本的水准。能恢复到原本的水准已经足够了，总比现在来的强太多了。道子阁下，你看什么时候能那位炼器大师出发去重铸？宗主，你看你又着急了。
要重教就直接重铸良品，难道你不想要良品级别的化神上品法器？自然想要，可是没钱啊！我万剑剑宗除了剑池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万剑剑宗不是还有一个万剑剑域吗？你想要我万剑剑域不成？断不可能！里面乃是我宗前辈留下的剑意净化，是我万剑宗宗的根基所在。宗主别急嘛，我不要整个万剑剑域，我只需要2个进入的名额就行。一个名额10亿中品灵石应该很划算吧？什么？只要2个名额？你确定？这名额虽然我没有卖过，但是宗门先辈有人卖过，不过只是5000万中品灵石一次而已。我自然知晓，不过我天赋有点强，或许一下子能把你万剑剑域的剑意精华抽干了也说不一定。哈哈哈，道子你可真的是会开玩笑，一次只能进入1个月，你要是真的能把这万剑剑域的剑意精华抽干，我无话可说。哈哈哈哈。那一言为定，宗主只要发下天道誓言，我这就出发为您重铸天极剑。你出发去重铸？什么意思？当然是字面上的意思，我去给你重铸天极剑。道子阁下，你这就有点过了啊！我是抱着诚意前来，而你却一次次的戏弄于我。你不过只是元婴，又如何重铸那天极剑？我自然也是抱着诚意的。我造化阁出售的所有法器都是我炼制，并没有您所谓的背后的炼器大师。什么？都是你炼制的？这怎么可能？你才多大？炼器师不都是需要积累吗？我若是没记错的话，前辈你的年纪和我们宗主一般大吧？可是你已经化神了，他才出窍而已，难不成你的境界也是假的？我们这情况完全不一样，好吧？你就算炼器天赋再强，炼制化神法器也得真元强度足够啊！我修炼的乃是5行雷属性，这真元强度，前辈看是否足够？堪比出窍4重天级别的真气强度，这怎么可能？我知道我的真气强度依旧不够，不过前辈放心，我重铸那天极剑将会使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我的实力绝对足够了。好小子，我信你，只要你能重铸天极之前的条件我都答应。我以天道起誓言。传说强者发誓会引动天道雷霆，我今天算是长见识了。前辈放心，我也立下天道誓言，若是无法重铸天极剑，赔偿你100亿中品灵石。我操！你小子不是元婴吗？怎么发誓也会引起天道共鸣？你是什么妖孽？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天道看我长得帅，或者嫉妒我的天赋吧。触发天道雷霆就算了，你看看，就这阵仗比我强大几10倍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合体大能。那不可能，我就是寻常元婴而已，连出动都不是。既然你我誓言都成立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出发了？好，那就出发。我倒是要看看你一个元婴到底是要用什么方法重铸天极剑。那我们就出发吧。不过我可能要带一位师叔一起去。前辈请。这就是天极剑了，7万年前我万剑仙宗老祖铸造的无上神剑，天极州第1神剑，果然名不虚传。道子阁下，你看这天极剑可否有把握成功重铸？这可不是寻常法器，蕴含数万年来我剑宗数千万剑修的剑意精华。我这师侄的能力到底有多强，你或许永远猜不到，你等着看就行了。哈哈哈哈！道子连天道誓言都敢发，那我自然相信。既然如此，道子请吧。那我去了。消耗我堪比金属性地灵根级别的灵根之气重铸的化神上品法器，不知道有多强。成了，这怎么可能？这小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怎么可能仅仅1炷香的时间就成功重铸了一把化神上品的法器？这就算是合体上品，甚至极品的炼器大师也做不到吧？我说了，道子的手段无人知晓。你问我，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给我灭！
好恐怖的威力！这仅仅只是催动一部分剑意，居然就能爆发出堪比化神级强者的全力一击。这要是我使用，寻常化神5重天都不是我对手。这剑重铸后，居然如此之强大。这天极剑果然名不虚传。不知道无风师叔，你用这把剑，能不能把无极宗主斩了？小友，你这是什么意思？这玩笑可是开不得啊！哈哈哈，无极宗主说笑了，我就是开个玩笑，你别当真。好，果然不愧是2重法器，竟然蕴含有如此恐怖的剑意威压，好剑啊！哈哈哈哈！既然这天极剑我已经给宗主你重递成功，那接下来就是宗主你支付报酬的时候了。哼，支付报酬？现如今我有这天极剑，再加上我化神2重天的修为，还需要支付报酬？剑无极，你这是何意？难不成你准备赖账不成？师叔别担心，宗主不过只是和我们开玩笑而已，真的要动手，早就动手了。哈哈哈，道子果然眼光毒辣，玩笑，刚刚就是开个玩笑。哼，这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笑。哈哈哈哈，谁让刚刚道子吓我，我这才跟着开个玩笑，谁知道骗不到他。既然没什么事情了，那我就先收了这剑池里的剑。数千万把法器，虽然都是破损的，不过也绝对能让我的灵根等级再次提升了。这剑池的剑只是其中一部分的报酬，另外的报酬就是2次进入我万剑仙宗的剑域待1个月的机会，加起来就是2个月。道子，现在就去吗？道子，现在就去吗？现在就去，我和师叔一人去1个月。去万剑剑域，我也能去吗？自然有份。我让你和我一起来，一来就是为了守护我，二来就是为了让你也进入这万剑剑域待一段时间。这怎么可以？这一次的名额太贵重了。无风道友，你的剑道天赋可以说是天极州最强，刀子让你去，你就去吧。不错，你的天赋去一次能提升很多的剑道感悟，这次错过，下次可是就没机会了。我知道了，多谢师侄。哈哈哈，既然如此，那我们走吧。剑意流影，这可是至少5重剑意的强者才能凝练的强大剑意啊！而且还这么多，不愧是万剑剑宗。哈哈，那是自然，我万剑剑宗可是方圆100万里内最强大的剑道宗门，曾经万剑老祖更是半部合体大能。过往就不要提了，要是还这么说的话，我道玄宗老祖也是合体大能。无风，你小子现在还记仇？我不就是当年在百宗大比上把你给秒了吗？什么？还有这种事？师叔，你有点弱鸡啊！当初他不到100岁就出窍，我们同时期的最强也不过是元婴7重天，怎么打？好了好了，往事就不要提了，毕竟我这种天才，整个天极州也找不到第2个了。你们可以开始了，记住就1个月，1个月内你们能吸多少吸多少，我不拦着。既然剑无极前辈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可是就不客气了。不愧是当初师尊去道玄宗吵着要收的弟子，这剑道天赋居然比我强大这么多。这无风当初要是加入的是我万剑剑宗的话，剑意怕是100年前就能突破到6重。不过对应的，他的修为可能没现在这么高。那造化藤也不弱于这万剑剑域。不对，这之子怎么一直不吸收周围的剑意？难不成他的剑道天赋太弱了？连引动剑灵虚影都做不到。可是这样的话，他花费这么大的代价来这万剑剑域做什么？算了，不管了，这小子已经来了，没能力吸收剑意虚影是他自己的事情，和我可没有关系。说起来，
这一次的交易简直太值了，这剑好香啊！25天的时间，剑意居然达到了6重中期，境界竟然也提升到了出窍8重天，这怎么可能？这是因为进来之前，道子给了我一枚悟道丹和一些修炼用的丹药，可提升100倍悟性。什么？提升100倍悟性的悟道丹？这是什么等级的丹药？化神级丹药都绝对没有这等效果。这个你就用不着管了。如何？要不要和我一战？单纯的比试剑道，当然你可以使用出窍巅峰的修为。 6重中期的剑意和我比剑意，亏你小子说得出来。那有种你和我全力一战啊！我不压制境界，也不用剑意。那算了，我只是想要虐你，又不是找虐。不过话说回来，叶小友这20多天怎么一直在修炼，根本不吸收周围的剑意。他的剑道天赋，我感觉好像也不低吧？师侄的行事作风，我琢磨不透，你看着就行了。他肯定有他的道理。 元婴2重天怎么还跑来这里突破了？来这里修炼不是浪费进入这里的次数吗？难不成他纯为了给吴峰你创造条件？不对，师侄刚刚突破元婴，还不到1个月，怎么又突破了？什么？刚刚突破不到1个月？他在金丹高峰积蓄了几年？ 居然如此短的时间内连续突破2次，具体时间我也不知道。另外，你打听这么多做什么？好奇嘛，你小子不说算了。什么？元婴3重天怎么又突破了？果然不愧是师侄啊！怎么回事？周围的所有剑意元影怎么全部被引动了？这怎么可能？我懂了，师侄这20多天并不是单纯的在修炼，他是在感悟周围每一个剑意虚影的剑意，因为只有和这些人的剑意产生共鸣，才能吸引到他们入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怎么可能做得到？我说过了，师侄的天赋完全不可用常理而言。虽然对于我等而言，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对于师侄， 完全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那也不可能啊！他一人怎么可能感悟这么多种的剑意？刚刚我说的悟道丹你忘记了吗？师侄的悟性原本就比我强大10倍甚至100倍不止，若是再服用这悟道丹的话，悟性还能提升100倍，这样你还觉得做不到吗？这丹药简直神了！5重剑意，居然是5重剑意！这小子才多大，居然就掌控了5重剑意！这就是5重剑意吗？居然可以让我的剑道威力比4重剑意提升3倍，有这等意境，我的实力更加强大了。叶小友，你真的是因为服用了那悟道丹，所以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吸收这么多的剑意虚影吗？这可是将我万剑剑域7成的剑意虚影都吸走了呀！不错，的确是悟道丹的药效。那这丹药不知道小友可否还有？若是有的话，不知道能否出售？自然还有，而且也能出售，就是这价格嘛。寻常提升10倍悟性的一枚需要5000万中品灵石，提升100倍悟性的一枚需要10亿中品灵石，持续效果10天。我操，怎么这么贵？10亿？岂不是说你之前给这吴峰小伙吃了10亿？10亿？我居然吃了10亿？这个价格听着的确贵，但是你想想，若是你和我一样某一天遇到同样的机缘的话，这丹药不就很划算了？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也太贵了，能不能给个优惠价？看在无极前辈你是老客户，我给你打5折，5个亿一枚，当然限购1枚。不过5亿的话，你有那么多钱吗？好像是没有哈，好像是没有哈。我万剑剑宗值钱的，好像都被你小子给掏空了。这样，我给你一个造化阁的代理名额，你给我造化阁拉客人，
我给你50%的利润；若是出售悟道丹的话，我给你20%的利润，你看如何？什么？50%的利润？那可是太好了！既然如此，从今天开始，我万剑剑宗这么多人，每年消耗的丹药，以后都和你造化阁买了。自然可以。这样算的话，每年你能有至少2000万以上的分红。这样一来，我最多30年就能买得起这悟道丹了。叶小友，你可真是我万剑宗的财神爷呀！走走走，去我剑宗大殿休息休息。诸位，这一次召集尔等前来，是有一桩大生意，总价3亿中品灵石。什么？3亿中品灵石？难不成他们要刺杀化神强者？3亿的确足够刺杀一个寻常化神了。首领，目标到底是什么人？目标不是别人，正是之前刺杀过并且失败的道玄宗道子叶凌霄。什么？又是那小子？之前才几万，现在涨到3亿。那小子不是才金丹吗？这钱都够把道玄宗宗主杀了。之前是我们对那小子的情报掌控不足，现如今已经确定，那小子有剑锋锋主吴峰作为护道者，而那吴峰乃是6重剑意强者，实力化神之下无敌，再加上叶凌霄的特殊身份，所以我定价3亿。只是没想到要杀那小子的人居然没有犹豫，所以这一单必须做了。3亿当然要做。那吴峰剑意再强大，也不过只是出鞘6重天，老夫亲自出手，老夫出鞘巅峰去才最稳妥。好了好了，介于刺杀那叶凌霄已经出现一次失误，这一次我亲自带队，血砂堂排名前4的杀手全部一起出动，务必将那小子彻底斩杀。老夫知晓，我也没意见。这一次的收获果然不俗，我吸收的剑意多感悟一段时间，怕是都能提升到5重后期了。说起来，你我这一次还是有些冒险了。哦，师叔，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哪里冒险了？那剑无极本身就是化神2重天的强者，你为他重铸无极剑，他的实力将会变得更加强大，甚至老祖还活着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你就不怕他不放我们走？原来师叔你说的是这个啊，这点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忘记了我刚刚重铸无极剑时候说的话了吗？刚刚重铸无极剑时候说的话，难道是你说使用无极剑的我能否斩了那剑无极？可是剑不是已经给他了吗？剑的确已经给他了，可是给他了就是他就能用吗？还有，你真的以为他说的那句不付钱是真的在开玩笑？哦，不是开玩笑，那为何他没有动手？是指你难不成在天极剑之中动了手脚？不错，那天极剑之中蕴含我的本源剑意和一丝灵魂印记。那剑无极准备动用武器的时候，那天极剑不听他的使唤，他这才反应过来。我懂了，就是说他要是动手，天极剑绝对会反噬。不错，正是如此。到时候天极剑脱离掌控被你所得，你使用6重的剑意，加上我之前给你的爆气丹，这剑无极必死无疑。所以说，可惜了。可惜了？他都没有动手，为何还可惜？当然可惜了。他要是动手，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杀了他。当然可惜了。他要是动手，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杀了他，夺了他的法器，到时候再灭了万剑剑宗，到时候收获可是这一次的2倍不止。我说，师侄，你这话说的怎么好像是魔修的行径，一点不像正派啊！他都要和我们动手了，和他讲什么仁义道德？再说了，是他先动手，我们不过只是正当防卫而已。话虽如此，但是外人可不知晓内情，到时候真的灭了这万剑剑宗，我们道玄宗绝对会有心人以除魔卫道的名义围攻，最终灭门。放心，我已经早就准备好留影石了，到时候他们只会知道这剑无极是背信弃义的小人，而我们不过只是受害者。你连留影石都准备了，原来你早就准备灭了万剑剑宗，就等着剑无极跳你准备好的坑了是吧？不错，只可惜他脑子不笨，最终发现了不对劲，悬崖勒马了，所以才说是可惜了。不好，有埋伏！血杀诸神阵，是血砂堂的杀手在埋伏我们。
又是血砂糖，这次是谁买通他们来杀我？难不成是剑无极？不可能，他和我有交易，就算我能操控天机剑杀了我，对他也没有多少好处。叶凌霄，我们终于见面了。这一次你插翅难飞。3个出鞘巅峰，1个出鞘7重天，好大的手笔！所以说你这一次死定了。有人花3亿中品灵石买你的命，这里还布下了连化神强者都无法破开的阵法。所以小子，你想好遗言了吗？哼，一群土鸡瓦狗而已。什么？6重中期剑意，而且还是出鞘境7重天，你怎么会连续突破这么多？这个就用不着你们知晓了，剑术以外都得死。吴影，带那小子离开这里，我们拖住这吴风。哼，有我在，谁能带走他？那可不一定。不见了！不好，是空间灵根！不错，正是空间灵根。吴影虽然只是出鞘7重天，但是却是我血砂堂天字1号杀手。就是因为他那强大的空间灵根，叶凌霄死定了！哈哈哈哈！你们找死！空间灵根，你居然拥有传说之中的空间灵根！小子，听说你很强，来，让本尊看看你到底有多强。只要你能从我手下通过10招，我就放你走路。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候别后悔！蛟龙血脉和情报之中一样，虽然比情报里看上去强大些许，但是依旧是蝼蚁。你确定这就是你全部的实力了？我的实力自然远不止如此。多一把出鞘上品的剑，那又如何？等一下你就知道了。无极剑意，给我看！的确有资格让我动手了，只是我的话依旧不变，3招之内，你不死，我放你离去。哼，小看我，给我死！空间虚化，第1招。这一击已经碎了你的心脏，即使你的修为也只能苟延残喘1炷香时间。看来我所谓的3招还是高看你了，你1招都坚持不住。果然不愧是空间灵根，根本伤不到你啊！不错，空间灵根乃是天地间最为强大的灵根。说句你不相信的，我的空间灵根等级不过只是上品灵根而已，甚至极品都不算，别说是地灵根了。可即便如此，我依旧暗杀过几个寻常化神，居然只是上品灵根吗？那我若是拥有地灵根级别的空间灵根，是不是就能轻松斩你了？呵呵，地灵根级别的空间灵根，小子你还真敢想啊！我的灵根若是有那么强，就算加入渡劫大宗，都能成为内门弟子，是吗？没想到这传说之中的空间灵根，居然如此之强大。原本我以为5行雷灵根已经足够强，不需要新的属性了。现在看来，我还是高看5行雷灵根了。现在看来，我还是高看5行雷灵根了。小子，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空间灵根只要我想要，也能觉醒。空间灵气，而且居然如此纯净，这怎么可能？好快，想跑？不可能！你太过依赖空间灵根了，对肉体
灵气的淬炼几乎没有。当你的空间灵根被克制之后，你出窍7重天的修为甚至不如寻常出窍3重天。小子，你以为我使用空间灵根上千年就只有这点实力吗？哼，那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手段。现在是第2招，你准备施展什么招数？小子，尝尝我的空间万人斩！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怎么，怕了？小子，你不可能杀得了我！我拥有空间灵根，能瞬移。瞬移？你忘记了，我的灵根等级比你高，你大可试试，你现在还能不能继续瞬移？不可能！我修炼空间之力上千年，怎么可能被你一下子就超越了？这个你下地狱去问问看吧。这第3招就由我来出，你若是能活下来，我就放你离开。你要做什么？做什么？自然是杀了你。这无影的实力的确强大，若是寻常的出岫巅峰，绝对不是其对手。只可惜他遇到了我，还好我之前果断，将所有储物戒和储物袋都炼化了，弄到大量的空间灵根之气，让我觉醒了极品空间灵根。这空间灵根和5行雷灵根融合之下，所融合出来的空间5行雷灵根，直接就将我的空间灵气强度提升到了比原本5行雷灵气还要强大数倍的程度。再加上灵根等级压制，不然还真杀不了这无影。也不知道师叔那边如何了，不过我给了他爆炮丹，若是真的打起来的话，那3个出岫巅峰的杀手不一定是他的对手。不过还是快点去看看，掌控空间属性的我应该能帮上忙。这是什么级别的爆气丹？你的实力居然提升了这么多！你们现在关心的应该是你们的小命，而不是我吃了什么丹药。你就算杀了我们，那叶凌霄小杂毛也已经死了。无影的暗杀能力比我们3个都要强大。哼，找死！不知道尸质被传送到了哪里。没想到血砂堂居然有觉醒空间灵根的妖孽，希望尸质能化险为夷吧。我就知道，师叔你这实力，杀几个废物绝对没问题，是我过于担心了。好强的气息，尸质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我不就是长得帅了一点吗？怎么到你嘴里就变成怪物了？很像吗？你这身上的气息比寻常的出窍3、4重天都要恐怖了，再加上你的剑意，寻常出窍6、7重天都不是对手，不是怪物是什么？我强大一些，难不成还有错了？不过话说回来，也不知道是谁这么恨我，居然舍得花3亿中品灵石的高价。若不是那万剑剑宗的话，唯一的可能就是天极州的那些炼药师了。只是他们怎么知道你就是造化阁主的？应该也不是那些炼药师，
那无影的灵魂我已经搜过了，这血砂堂也不知道要杀我的是谁，麻烦了。的确麻烦，这一次你没死，对方有可能还会花更多的钱来暗杀你。你小子到底得罪了什么人？除了那些炼药师，应该没有别人了吧？那八成就是那些个炼药师了。等我回去要把他们弄得1分钱赚不到，居然还有钱来找人暗杀我。或许是吧，毕竟你断了他们的财路，比杀他们的父母还要严重。要我也杀你。好了，不管了，先回宗门。这一次收获不少，等我实力多提升一些之后再出门。我就不信了，他们还能找化神强者来追杀我。先回宗门吧。没想到连无影都不是那小子的对手。这等天骄的肉体若是用来制作血尸，绝对能打造出一尊无敌化神。只是要想弄死这小子，还得从长计议，急不得。是时候去见见另外那2个老东西了。宗主，我刚刚回来，你就这么着急找我来，是有什么事情吗？凌霄，你来了。这一次遇到的杀手吴峰已经和我说了，我也派人去查，只可惜没有查到什么消息。不管了，能不能查出来都无所谓了，反正我也没什么损失。话虽如此，但是就怕他们还会请其他人来杀你。要知道，其他州可是有很多化神级别的杀手，就怕他们还要继续杀你。反正我最近一段时间又不会出门，他们总不能来到道玄鹰杀我吧？老祖虽然不在了，但是又没有人知道。这就是这一次我找你来的主要原因。你最近或许真的得出门一次了。出门？难不成有什么大事发生了？不错，有一个半步渡劫大能的传承秘境开启了，那个秘境之中有无尽传承，你怕是得去一趟。半步渡劫大能的传承秘境，什么时候开启？就在1个月后，而且这一次秘境开启的地方极为遥远，距离天极洲3700万公里，得路过很多个大洲，所以你现在就得出发了。居然这么远，那的确是得尽快出发了。造化阁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有我们在的话，短时间内是不会出现问题的。加上你之前留下的丹药，足够坚持半年的时间。所以你安心离去就行。这等机缘可不能错过。这种好事，我当然要去。那就行，吴峰会随你一起保护你。当然，这一次还有很多合体宗门的天骄一起去。所以即使那秘境限制100岁以内的天骄进入，也照样会出现出窍级别的天灵根天才。什么？天灵根的天才也会出现？不仅会出现，而且还不止一个。你的天赋虽然强大，但是境界太低了，那等天骄的无风都不是其对手，你对上绝对没有胜算，最好别得罪。我知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不会主动得罪他们的。怎么看你小子的表情有点不对劲啊？怎么感觉听到那些天灵根，你很开心的样子？当然开心了，能和这等天才竞争，想想就激动啊！好了，我先回去准备去了。宗主你忙。希望这小子不会乱来吧。我道玄宗虽然是化神宗门，但是却只是化神宗门之中最弱小的。现在老祖没了，甚至连化神都不是。要是惹到合体大宗，距离灭门可就不远了。这一次收获不小。血砂堂最强大的几个首领都被斩杀了，不知道能炼化出多少好东西。悟道之气10多万道，灵气相当于2亿中品灵石的量，马马虎虎吧。比起在万剑剑宗的收获，9牛1毛。先把剑池里面的剑全部炼化之后，再看看到底能炼化出多少灵气吧。我去，
那些剑灵居然炼化出100多万道悟道之气，这么多的悟道之气，若是全部吸收，足够我将剑意提升到6重。这么多的悟道之气，若是全部吸收，足够我将剑意提升到6重，甚至还能将功法等级再提升一个参测了。所有的废剑，更是炼化出价值30亿中品灵石的灵气。还有就是，这一次炼化出来的灵根之气也极为庞大，若是给单属性吸收，绝对能强化出一个传说之中你的天灵根了。就是不知道，给我的空间5行雷灵根升级的话，能到达什么程度？先吸收看看吧。这空间5行雷灵根至少比单一属性灵根强大50-60倍以上。现在的我若是全力爆发，寻常出窍6-7重天绝对不是我的对手。只是这个实力对上那些出窍级别的天灵根还是弱了一些。不过还有1个月，足够我的境界提升到元婴6重天以上了。到时候对上那些天骄也有一战之力。甚至依靠空间之力暗杀的话，没有人能在我手中活下来。他们若是不招惹我也就罢了，若是招惹我，那就别怪我把他们的灵根当作养料了。凌霄，不知不觉你加入道玄峰也已经1年多了，这时间过得真快啊！这1年来，我这师傅也没教你什么，有点不称职啊。是啊，没想到才这么短的时间，师弟你都元婴了，师傅现在怕都不是你的对手了。师傅，你说哪里的话？若不是你的话，我的实力成长速度绝对没有这么快。至于实力嘛，比起你应该还差点。臭小子，就不要给你师傅我挽回了。吴峰都告诉我了，你连那个能斩杀出操巅峰的吴影都杀了。这么强大的师弟，师姐我在你面前都自惭形秽了。对了，我听说师弟你喜欢那百花谷的玉海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去，谁给我造谣的？那玉海棠我就见过2次啊，虽然她的确漂亮，但是我对她根本没感觉啊。没想到是谣言，是谣言那就好。要知道某些人当初听到这个消息，可是每天躲在洞府里哭鼻子呢。师妹，你说是不是啊？师兄，我看你就是皮子痒了找打是吧？好了好了，你们2个家伙消停点行不行？你们师弟都要出远门了，这一次出去最少得3-5个月才能回来了。对了师弟，这一次你出去的话一定要小心，我听说有合体宗门的天骄也会去，那些人肯定有嚣张跋扈的，你能忍就要忍。我知道，有危险的情况下，我自然会就依调行事的。你们在宗门等我回来就行了。对了，我给你们留的丹药都别省着，等我回来给你们带更加强大的丹药。知道了，你路上千万小心。好，那我走了。小子，本尊好意让你进入我神霄雷池修炼，你却将我神霄雷池的能量抽干。说，你倒是如何做到的？我说，我就是单纯天赋强大，多吸了一点。你相信吗？哼，冥顽不灵，都到这个时候了，居然还在这里和本宗主撒谎。就凭你一个从小小青宗出来的废物，怎么可能在1个月的时间内吸干神霄雷池？你看，我说了是我淬体吸干的，你不相信，那我又有什么好说的？宗主，和这小子废话做什么？宗主，和这小子废话做什么？直接将他当做雷系材料给炼了，重新注入到雷池之中。我观他好像有紫霄玄雷，或许能重新激发神霄雷池。这引劫台就是为了让这小子接引天雷入体，只要积蓄到了足够的天雷之力，再剁碎了炼入到神霄雷池，神霄雷池不仅能恢复，还能有所升级。原来你们不是不相信，只是想要炼了我。哼，信不信又如何？你身上的紫霄玄雷对我神霄雷池而言是大补，雷池提升，那我神霄雷池将有可能拥有那道玄宗惊雷峰雷池1/10的威能，是我神霄宗成为元婴大宗最大的底蕴。道玄宗吗？说起来，叶哥就在道玄宗等我，也不知道能不能顺利见到他。小子，你说什么？你口中的叶哥是谁？宗主，这小子该不会在道玄宗有朋友吧？能入道玄宗，就算是外门弟子，我们也得罪不起啊。哼，他说什么你们还就信了？
难不成他说他认识道子殿下那等大人物，你还真以为他就认识了？肯定是不想死在这里扯虎皮。呵呵，那你还真的说对了，我叶哥就是你们口中的道子叶凌霄。什么？你小子真的认识道子殿下？这怎么可能？三长老，你说什么胡话？这小子随便说说，你还真的相信了？宗主，您难道忘记了？那道子殿下真的姓叶，这件事只有我们少数几人知晓，这小子怎么知道的？哼，不过只是一个姓氏，又能代表什么？可是那叶道子的确是让我们照顾这些九灵宗来的弟子，难不成真的是为了照顾这小子？而且我们这么做，要是道子知道的话，哼，怕什么？我听说萧家老祖已经突破了，等萧家老祖突破，第一时间就是灭了那道玄宗。一个小小的道子，到时候必死无疑。当初道子来我神霄域，就是萧家做的局。什么？还有这种事？宗主你怎么知道的？哼，不怕告诉你们，当初就是萧家给我道神宗发话，让我引来的那小子。只可惜萧家请的人太废柴了，我只能又将他们引诱到了那天灵宗废墟。谁知道还是没能杀了那小子。这些大家族也都是废物。什么？宗主，你居然和萧家一起谋害道子殿下，这可是拿我神霄宗的未来做赌注啊！哼，赌又何妨？现在我赢了，萧家老祖成功突破，等待我们神霄宗的只会是荣华富贵和飞升。怎么，你们不想要这等富贵？妈的，得罪了就得罪了，反正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先练了这小子再说。没错，赌一把荣华富贵，就是那什么狗屁道子死了活该。这才对嘛！好，好，好！没想到你们居然设计要杀叶哥。原本我抽了神霄雷池的水，还想着放你们一马。现在你神霄宗，我必灭之！哼哼，小子，你一个区区筑基7重天的废物，在这里说什么胡话？是不是胡话？你们马上就知道了。师傅，把你的力量借给我用用。没问题。我那不成器的剑明弟子，没想到居然建立了这么一个垃圾宗门。当初我就不看好他，现在正好一并灭了。给我看！现在，你们准备怎么死？阴魂气息，你身上居然有大能残魂！哼，不说，那就全部给我化成焦炭！金丹强者也不过如此。就这实力，还想加害叶哥？小子小心，有元婴来了！什么？元婴强者？你是何人？神霄宗什么时候还有你这一号人物？哼，一群废物，居然被一个阴魂打成这样！哼，一群废物，居然被一个阴魂打成这样！居然是这小子！没想到他还没死，而且还达到了元婴4重天。师傅，你认识他？难不成他就是你说的那个记名弟子，也就是我的师兄？不错，就是他。我本以为他已经死了，看来也有些许机缘了。好熟悉的灵魂气息，师傅，您老居然还没死！你小子身上的气息有些不对劲。说吧，你是如何达到元婴境界，并且活这么久的？仅仅只是依靠夺舍，活不了这么久吧？什么？夺舍？不错，这的确不是徒儿我原本的身体了。你还真的是越活越回去了。刚刚自己的后人被打杀的时候不出现，现在才出现，该不会是请我们去坐坐吧？师傅，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当年收我为弟子之后，就一直处处看我不顺眼，这些我都清楚。清楚又如何？你想要证明自己？哈哈哈哈！师傅说笑了，我只是想要说，师傅你慧眼如炬，我后面才知道，我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么多年来，神霄域只要掌控雷属性的天才都被我炼化了。哼，心术不正，
真的以为夺舍和厉化能走向大道，使用这等肮脏手段？我灭了你神霄宗，还真是做对了。就算无法走向大道，那也总比和你一样死了强得多吧？脏不脏的，总得活下去才有资格评判。哼，多说无益。你来应该是看上这小子的身体，准备夺舍吧？哼。自然是，另外还有师傅你的灵魂也是大补之物。你也知道，徒弟我夺舍多出灵魂早已脆弱不堪，正好用你的灵魂补补身体，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那个实力了。含魂而已，又能翻了天不成？来得好！师傅，我知道你还没死，出来吧。师傅，你的灵魂太过脆弱，当然就算是巅峰时期的你，我也不怕。毕竟你一个体修又能有什么级别的灵魂强度？更何况是现在的残魂。李潇，念在你我师徒情分之上，放了这小子，我和你走。放过他，同样是弟子。当初我求你传授我神魔金身，你一直不给，而这小子和你认识才多久，你就把所有的传承都给他，你让我放了他，凭什么？不是我不传给你，而是你天赋不够，神魔金山你修炼不了。放屁！我不相信，我的天赋难不成还不如这小子？他天赋比我还弱。不错，万军的天赋的确没有你强，但是他有个好兄弟，给他留了各种近乎完美的淬体丹药，那等丹药就是巅峰时期的我都弄不到几枚，几乎完美的淬体丹药。放屁！他要是有这种后台，还用得着来这小小的神霄宗偷那一丝你看不上丢给我的紫霄玄雷？看不起我就看不起我，用不着找这等借口。哼，愚蠢！我当初就应该给你功法，让你修炼成废。哼，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提升实力，夺舍他人的身体，提升天赋，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获得你的那传承，名正言顺的成为你的真正弟子。现在看来，我已经不用你这个所谓的师傅来承认了。今天就让我这个逆徒将你和这个小杂毛斩了。不过你放心，这小子将会成为我新的肉体，而你的灵魂会被我吞噬。我们师徒三人依旧还会在一起。哈哈哈哈哈！欺师灭祖的畜生！给我死吧，我亲爱的师傅！